世界那么奇特，老杨在这儿呢。本期节目是老杨越南之旅的第3集，老杨将以自己独特的旅行方式带您前往河内。在河内有着众多专业的扑克室，您不妨体验一下参加一场线下扑克锦标赛的感受。同时，这也是老杨的第1次 Poker Vlog， 且看老杨如何过5关斩六将，挺进 FT， 怒拿冠军。当然了，我也选择了很特殊的方式前往河内，那就是号称越南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浓郁的历史文化政治的前提下，我前往了火炉监狱，感受到了历史的烙印和战争的残酷。您也不妨体验一下在河内老城100年的建筑中健身的感觉。当然了，圣约瑟夫大教堂、胡志明广场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旅游胜地。用 Grab 叫一次摩托车，在西湖进行一场 hiking， 做一次越南 SPA， 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这就是老杨的4天3晚河内之行，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说出那句口号：世界那么奇特，老杨在这儿呢。河内，今天要辞别这个非常美丽的高海拔小镇沙坝了，过一会儿就要乘坐陆地头等舱。我已经到它这个 bus station 了，叫 HK Bus Line。他们家大巴车最近这几天打85折，从沙坝前往河内6-7个小时只需要357万越南元，100刚出头。这个是他们这家 HK Bus Line 公司的赈灾物资车，专门救助那些受自然灾害的家庭。这里面还配了一个挺不错的休息室。他们好热情啊，送了我一杯咖啡。他们还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在这做客。哦 ，same right? Hello. Hello Trung Quốc. Hello Trung Quốc. Yeah. Hello Trung Quốc. Xin chào. Xin chào Trung Quốc. Sapa? Lào Cai. Lào Cai. Oh, okay, understand. Yes. Đài. Lương thực nói sao? Lương thực. Em nói là sao lương thực? My quay video ở tại làng Thái Bản luôn. Oh, okay, understand. People Có tiếng Việt là gà. Không có nói hả? thì sao càng khổ quá, rất là khó. Nói là mấy mình từ ở trong đó ra đây để qua đủ. Wow. Em Hàn Quốc không biết viết chim đâu. Chim sun sun đúng không? Nó không đưa ra chữ Việt, nó ra cái chữ là mét kia chiều. Hello mọi người nha, thì hôm nay là tiếp tục cái hành trình đi lên miền Bắc để mà làm từ thiện của anh em mình, anh em tại Bình Dương. Thì hôm nay rất là may mắn gặp được một anh YouTuber người Trung Quốc mọi người. Anh rất là vui tính và mình đang rủ anh để đi chung với anh em mình cùng trải nghiệm một cái ngày đi làm thiện nguyện ở Sapa này mọi người nha. Qua cho em. Young is here. Young is here. Hello Việt Nam. Hello Việt Nam. Xin chào. Hello China. Đào Minh Ký. Đào Minh Ký. Yeah. And you? My name Thanh Châu. Thanh Châu. Tiến. Đào Minh Ký. Yeah. Thanh Châu. Phúc Tiến. Phúc Kiến. Okay,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Bye. 辞别了有志青年们，我也要坐上大巴出发了。OK， 感恩。Thank you。这家确实服务不错。OK，Thank you。我们上车了。你可以给它拉起来，然后你就有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环境，有一个耳机。这个长度应该是有个1.8米的这个长度吧，宽度的话应该会有个1米左右的一个长度。还有灯，开启了一个小灯，打开了，这儿也有充电口，耳
验挺有意思啊，就感觉在北京的胡同里头似的。OK， 入住完毕了啊，铁子们。刚要出门，朋友们，下大雨了。看这巷子成啥样了？没我脚腕了，这水。哎呦我天哪！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水里头有什么，朋友们，也不要想，想了你会觉得很恶心。千万不要看，也不要想，走着就完了。水里有一条鱼，你受不了。为什么河内这么吸引着老杨？河内有着非常多家有规模、正规的 poker club，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在东南亚真的是非常少见。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少见的啊！每天会有很多的 tournament 可以选择。OK， 找个幸运签吧，就他了，最大个人。但是我的马准备上桌了。话不多说，直接切入正题，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tournament。首先，在牌局的开始，老杨想把自己的牌桌形象树立成紧胸型。虽然压缩了手牌范围，但是可以很好的观察桌上牌桌玩家的打牌风格，也可以很好的了解越南选手的风格如何。在我对面的这个白衬衫的大哥是一位老乡，因为英文不好的缘故，经常会犯一些很有意思的错误。那么他右手边黑白相间衬衫眼镜哥说，我可以教你如何去说一些英文词汇。俩人交流的方式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听不懂谁。也是吃的都是要教我，从来没有想教我，不愧是老师。Thank you, teacher. My teacher. My teacher. 鉴于情况过于尴尬，老杨赶紧调节牌桌气氛。You like Shanghai? Yes, very beautiful. I can't believe that some city is like that beautiful. 说实话，老杨也没有特地打得很紧，但确实是基本上没有看到特别心满意足的手牌。但是这1个小时，我却发现了越南选手打牌的风格。只要想买，那就买死你，不管后手多少，底池多少，只要抽花抽顺，那就 all in 起来。所以这2个小时基本上摸清了牌桌上各个选手的风格。最后总结，大家的入池手牌质量都不高，个个都是抠怪、买牌怪。那么也随着时间的推进，盲注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老杨从起手的200个大盲到现在所剩70个盲注左右，而我也迎来了第1手可玩的手牌。首先，老杨在枪口加1的位置用70方板进行跟注，随后老乡大哥 raise 到1800，我对面的严肃紧手哥 fold 牌后大盲选择跟注枪口位 fold 牌，老杨在这里粘住，枪口加2的玩家还是粘住，其他玩家全部 fold 牌，底池达到9300。flop 翻出方板8方板4黑桃圈，大盲 check， 老杨有摇后门花的权益，同时在位置不好的情况下，这里也选择 check， 可是轮到了枪口加2的玩家，后手在1万多的情况下直接选择退出 all in。 我们的老乡大哥思考片刻，直接后手3万多，选择直接发射。大盲位弃牌之后，老杨陷入了长考。这里老杨多把自己的下尖考虑成为一种抽花抽顺的买牌，或者是带方板圈的一种买牌。大哥这里我多认为他是2对以上的牌型居多。老杨摊出了手牌，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战术来观察对手的表情。大哥却说出了一句值得让人深思的话语。这里大哥很明显有一手成牌，而秉着不伤害老乡，把老乡也送进 FT 的原则，老杨选择了 fold 牌。而不出老杨所料的也是，大哥是一手重着顶对有买后门花的权益，而我的下尖也确实是一手卡单张的摇顺突然出发。我们来看下一手手牌，老杨在枪口的位置拿到了68黑桃，选择了平跟入池。后置位基本上大多玩家也是选择平跟，这可能就是越南牌桌的氛围吧。轮到了严肃紧手哥，选择了 raise。 轮到老杨，这是一手非常好防守的牌型。那么老杨在枪口位选择平扣入池，自家去看 flop 翻出黑桃勾黑桃4红桃9，这里老杨有买后门花的权益，前置位选择 check。轮到严肃
锦手歌，在这里选择下注半个底池左右。这里老杨大多会把严肃锦手歌放在顶队弱踢脚、中队定踢脚的排列范围，但大多我也觉得口袋小对子，借着自己紧凶的牌桌形象，直接拧到6000，希望打掉老杨分析的严肃锦手歌的手牌范围。果真，小哥思考良久后选择了副牌，老杨收下底池。接下来我们再看老杨在庄位的一手 Ace Queen 红桃的手牌，前置位不出所料的全部都是limp入池。来到老杨的庄位，选择4倍大盲的一手 Race， 中国老乡哥选择平扣，严肃锦手哥选择平扣，我的上家也选择平扣 ，flop 拉出方板勾、黑桃10、方板4，老杨在这里有买后门顺的机会，同时带2高张。这里其实10勾也很重老杨的范围，前置位所有人过牌之后，老杨这里 C 败1/3底池左右。中国老乡哥选择一手秒扣，严肃锦手哥这里仔细看了 flop 之后，丢出了一颗5000的筹码，但是他没有说话。注意他的眼神，他瞄了一下我的后手，大概2万左右。而荷官这时候给他找了3500的筹码，而这个时候严肃锦手哥其实落出了一个破绽，他其实想 raise 到5000。那这里我已经完全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King Jack A Jack 以上的牌型组合。turn上这时候掉下来一张黑桃2，不太改变桌上局面。前置位大哥 check 之后，小哥无奈的敲手也选择了 check， 而我又可以实现 river 看牌的权益。这里我的 A 圈红桃也选择了 check， 而正义降临 river 竟然掉下来一张红桃 king。前置位老乡大哥选择 check 后，小哥 bet 5000。这里我后手2万左右的情况下，开始思考如何能把价值实现最大化。这里因为我紧凶的缘故，如果我直接推出 all in 的话，可能会显得我的手牌略过于强大，所以我打出了15000。如果这里小哥有2对以上的牌力的话，我觉得严肃锦手哥可能会选择 all in 我的后手，但这里他仅仅选择了平扣，而我则售出了 nuts， 成功收下了这个巨抛。而小哥也不出所料售出了他的 King Jack 2对。这里事后我有仔细考虑到是否应该直接推出 all in， 因为小哥在 river 展现出来的牌力其实至少是2对以上的牌型了。K5 黑桃选择了平跟，flop 拉出黑桃3、梅花9、黑桃勾。老杨在前置位 check 情况下选择 C 败。接下来 turn 上掉了一张叠牌9，前置位 check 后，老杨这里大概把对手考虑成买牌或者是 set 以上牌力埋伏的情况。这里打算下一手大注，让买牌付出代价。同时我也注意到对手后手不足，这里也给他大牌直接在 turn 上跟我 all in 的机会，同时也有机会直接打掉他的小成牌。但对手在这里竟然选择了平扣我的注码，留出一些后手跟我看 river。最后 river 先出一张黑桃8，前置位 check 后，老杨也随机推出了 all in， 最后成功收下了这个还不错的底池。慢慢的，老杨的筹码成为了全场的 chip leader， 也用 ace king、pocket jacks 这种手牌，最终挺进了 final table。毕竟是第一次为大家做 poker vlog， 确实是充电宝、运动相机以及手机到最后都没有电量了。奋战这么多小时的 final table 竟然没有一丁点的视频。不过老杨也在这里想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有喜欢老杨的 poker vlog， 也希望老杨制作更多的 poker 内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不过最终结果是好的，7个小时的奋战，我与一名玩家达成了最终冠军协商。结束了，朋友们 final table 和这个哥们儿握手了。 Really？ 呀Sir， OK。这边的氛围很好，真的很好。不管是荷官还是这边的选手，都可以用英文交流，可以交到不错的朋友。这里头真的巨冷无比，我拿了2条毯子，如果裹得跟小雪人似的。这边 totem 的级别从很低很低的价格一直到高的价格其实是都有的，这个根据您自己的喜好选择您的级别、您的 level 去打。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这里是不可以拍照的，不可以拍视频的。如果您也想拍自己的这个 poker vlog 的话，您要提前跟场地方进行沟通哦。已经到了它这个
火车街了啊，命真好，刚到这儿，火车就来了。世界那么奇特，老杨在这呢。世界那么奇特，老杨在这呢。老杨前往的地方叫河内的火炉监狱。法国殖民时期呢，是用来关押政治犯的；越战时期呢，是北越关押战俘的，被美国人戏称为叫河内的希尔顿。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河内希尔顿了啊，票已经买好了，5万盾1张，缅怀一下历史吧。希望天下没有战乱。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监狱的入口处了哈，这就是当年制造的这个电网。18几年的电网，这扇大门就是通向监狱的主门，当年的囚服，还有他们用过的被子。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啊，这里关押的几乎都是男性的政治犯，模拟的就是当年这些政治犯晚上睡觉的地方，要锁上这个脚铐，并排躺在这个木头板。这是囚房，这是囚房，这个还可以关上，还可以打开。哇，就这么大面积，朋友们。目测啊，从我这个位置到里面应该有个2米左右，横向2米，竖向2米吧。上面就是2个小窗户。到了一个新的牢房区啊，这边是主要关押女牢犯的，当年的断头架，而且是当年的食物，也就是这个玩意儿是沾过人血的。不用我多讲了吧，这个造型，这个大小，你们也知道是干嘛的了。哇，这块真的是有点子震撼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一个食物，是当年的食物，是沾过人血的。我都难以想象，在100多年前的现在，正在发生些什么。就是我现在其实我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就是因为100多年前，很有可能大家就在这儿哀嚎、哭泣。听到门的这个声音了，哇！你真的，当你切身来到这块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所有的历史感都写在可能这个墙上、这个铁锁上，甚至这张床上。各位，我现在想体验一下，就是当一个人被关在这种地方，这种感觉啊，我先来体验一下。我先把这扇门给它关上。给我一个人关在里面。我已经把门给关上了。我现在，说实话，我现在有点起鸡皮疙瘩。我现在不知道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这一辈子未来生活的地方。因为我是政治犯，我也知道我这辈子也走到这儿了，除非有一天。可能国家或者世界改变了，我可能才会改变我的人生的那种感觉。否则一辈子就坐在这个上面，属于这里了。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以及和平的世界。现在到了它改造以后的第2个历史时代了啊！这边大家可以看，服装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关押美军战俘的这么一个第2历史。在里面还过圣诞节哦，这应该是这些囚犯写给胡志明主席的一封信。打篮球，打排球，我说实话，单从这个图片来看，它已经不像是一个监狱的感觉了。
打台球、下象棋、小烟儿一抽、玩斗鸡，挺震撼的。因为作为新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不会感受到这种在战争年代被当作战俘、囚犯、关押、被虐的这种感觉，你是有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的。不能说叫还原，就是当年真实的监狱、刑房、牢房展示给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河内的旅游计划吧。首先，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非常不错、有体验的 city walk。第二点就是您可以去剧院，这种歌舞的剧院去体验一下艺术造诣的文化。第三个就是河内是我觉得东南亚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打扑克的地方，花上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去打一个不错的 tournament， 租一个小摩托车去探索整个河内的城市，发掘到法式风情和越南本土文化非常好的融合。住宿方面呢，我觉得如果您喜欢热闹，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住一些 hostel。一些不错的青旅，河内有非常非常多，而且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叫 PGN， 好像叫 PGN， 荣登了米其林嗦粉鸡肉堡、鸡肉嗦粉堡加柠檬，在路边享受一顿米其林的感觉。这一碗佛合人民币20块钱左右，汤应该是用鸡架子炖出来的。这里是老杨，在河内。那么明天呢，我们将要出发前往岘港，去领略一下岘港的海滨生活。关注老杨，我们下一期岘港再见。为什么叫河内？知道了吗，朋友们？从河里走路，所以叫河内。